证明给他看，证明给你看，我还要证明给谁看啊？小婷，我就问你，就算这件事我退了，你爸能彻底改变对我的看法吗？啊？所以我不甘心，我不能退。既然他们俩把我当做一个小卒子，就把我踩在泥里，只要踩不死，我就要趟过河去。黄叔叔，我是小婷。今天这事儿您可做得太不地道了。您和春生能合作就合作，不能合作就不合作，公事公办，别把我爸扯进来。如果因为这点事情影响了我的家庭和睦，那这笔账我可就记下了。现在，我不太舒服，送我去医院。好。你说吧。根据您的这次检查结果，您的颅内动脉瘤更严重了。严重到什么程度了？再发展下去，很有可能会导致意识模糊、目惊、中度麻痹等症状。大夫，我平时除了会出现瞬间的头痛、头晕之外，其他的没什么感觉呀。这种病啊，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一样，一旦爆裂出血，致残、致死率非常的高。那您有什么治疗方案吗？以您目前的情况看，开颅手术风险非常大，颅内瘤的位置非常不好，保守治疗也只是能暂时平稳一下。您看，胡总，蒋老师，快请坐。我的课本剧已经做完了，
你要不要看一看？您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我们母公司的资金链断了，所有的项目都停了。资金链断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事儿，您不可能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们母公司是哪一家？我们母公司就是旭升集团啊。什么？在你和我们接触之前，旭升集团就已经收购了星火文化。那我明白了。胡总，您知道现在旭升的情况怎么样吗？不容乐观。谢谢您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不能进去！哪里玩？哎，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再往前走，我报警了！站住！跟老金，回头打电话。干嘛呀？马略文啊，给你宽限的日期都过了半个月了吧？你这么大一公司，连几百万你都掏不出来吗？那关门吧，歇了吧。你们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？不能！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还不上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欠账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还号称你是书商呢？我看你是白读了，还不如烧了算了呢。啊！怎么回事？你们这是干嘛？你走吧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姑娘，他欠我们钱，我们正商量呢。啊，你出去吧。你们赶紧把他放了，赶紧走。他欠的钱我们会还的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跟你说了，这儿没你的事儿，你快走。我不走。你们把他放了。你别动这本书。喂，啥破玩意儿啊？啊，这么金贵！我警告你，你给我把这本书放下。呵，什么斯泰马斯诺娃，乱七八糟的。哎呦，复活！我看你是白活，啊，白活。这件事情啊，就这么处理了，以后啊可不能冲动了啊。我到了星火文化才知道，又是你帮了我。所以你搞了这么一出来回报我。你公司现在都这样了，反正我的项目也停了，我过来帮你吧。用不着，我有解决方法。真的吗？我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没必要这样。我不需要廉价的安慰。过了半个小时了，还不来？卓董事长都说话了，这事儿肯定没问题。春生，你为咱们公司又立了一大功。就要这么发展下去，这 CEO 肯定是你的，到时候我可得指望你照顾我了啊！
哎呀，您说笑了。哎，我真的听到风声了。冯总，哎呦，黄代理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哎呀，你没等多久。这么着，咱进去边吃边谈。吃饭就不必了。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想跟你当面说清楚，我们 SK 集团可能不会跟你们志成合作了。啊？这不是前2天都说好的吗？具体的原因无可奉告，但是这件事情不会变了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黄代理，严总，您别急啊，我一定想办法补救。咱先把饭吃了。不吃。没错，是我打的。你是不是诚心的呀？我是为了你好。你毁了我的事业，你跟我说是为我好。我让他公事公办，别把你往坑里带。小婷，春生，你们来吃饭吧。哎，走，吃饭去。你觉得我心情吃得下饭吗？你离开卓远的时候说，回来是为了跟我好好过日子。怎么，现在饭都吃不下去了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好好过日子吗？走。哎呦，小婷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可做了特别好的汤啊，到时候你们可得多喝点啊。哎，好。哎，你说这吃饭还磨磨唧唧的，我去弄汤去啊。当着妈的面，咱俩都收敛点儿。我知道你很难，也很憋屈，但这事就这样了。你要是觉得我欠了你的，那就欠了，你就当为这个家做点牺牲。我为这家做牺牲还少啊！啊，这事儿怎么样了？这事儿就不能这样。有什么话就好好说嘛，这干嘛呀？这么大声啊？这没法好好说。我告诉你，卓小婷，不靠你，不靠你爸，不靠黄代理，我照样拿下 SK。他不吃，咱俩吃。妈，您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股权质押的方案你觉得怎么样？刘文秋，你真的甘心情愿把多年的心血拱手让人？身外之物有什么好留恋的？你倒是超脱了啊！我现在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，我是负债累累，我只怕过2天员工过来跟我讨薪。闲话不说了，咱们进入正题吧。好吧，既然这位兄心意已决，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我愿意跟你股权置换，但你开的条件，我只能给到60%。你这是趁人之危啊！你还别委屈，你现在公司这个样子，就是一笔糊涂账，啊，尤其是书店这一块，更是一笔烂账。你现在走投无路了，这个时候我愿意出手相助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，不是吗？佩服。如果你实在不愿意，我也不强人所难。这在商言商，个人有个人的考虑。什么时候签协议？你同意？只要员工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，我没有什么不能答应的。好，我马上让财法跟你对接协议。尽快吧。另外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什么意思？是这样，我想等股权置换之后，
我打算把你那些实体书店啊进行整合，你来运作这一块，怎么样？让我给你打工，我给你开最高级别的年薪。谢谢，不用了，抓紧时间吧，我等着你来收编。小天，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。过段时间我就要移民出国了，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。等我到了那边安顿好，我就告诉你。你放下马丽文了？走了，就解脱了。可是你付出这么多，你甘心吗？不甘心，我也要逼自己做这个决定啊。哪像你为了这不甘心，一次一次的原谅冯春生，到后来还是伤了自己。至少我现在看清了马烈文，你却还看不清冯春生。我和冯春生和你和马烈文不一样。你对冯春生这么执迷不悟，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。小天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等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有什么事情，千万不要自己冲动做决定，不要再伤着自己，好吗？答应我。丽文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准备卸任旭升 CEO 的职务。为什么？公司这次面临的这个困境，我难辞其咎。王柔，这么多年你跟我一起打下了江山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留住你。可是现在公司就像是一条要沉下去的船，我不能让你陪着我一起沉下去。马连文，你还挺多愁善感的。我现在是留你也不对，不留你也不对。如果你留下我，我会留下来的。但是你想让我走，我也会走。我还是听你说了吧。你想让我走，因为你的心里边已经没有我了。如果我走了，不管你有多难，起码你还能卸下对我情感的负担。我送送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我想一个人静悄悄地离开，就像从来没有在你的生活里出现一样。保重。又做饭呢？对呀，我还说今天带你出去吃呢。出去吃什么呀？大吃100多那么贵。100多算什么呀？现在小爷我也是有收入的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今天画展那边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我现在一幅画能卖到5位数了。我还说过两天我们就赶紧搬回城里，找一个好一点的公寓。行了，你就别嘚瑟了，刚挣点钱，以后再说。哎呀，我不是想你住的舒服一点。你就听我的吧，去洗手吃饭。哦。
喂，晚上出来吃饭啊？我这刚进家门。我今天晚上跟一个策展人吃饭，他带火锅好几个青年画家，你刚好出来跟他认识一下吧。要不，我在家吃完饭再过去吧。哎，人家那么大个腕儿，人家等着你嘛。我把位置发给你，你赶紧过来啊。不是，我真。谁呀？王娜。他约了个策展人，叫我一起。那你别吃了，赶紧去吧。没事儿，我吃完饭再过去。哎呦，吃什么呀？工作最重要。嗯。以后你不能再这样了。策展人没在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欣欣，
你还没睡呢？你等我呢。喝多了？嗯。谈得顺利吗？芊芊，不要离开我好吗？你答应我，你不许离开我。好。小婷，哦，妈，你要出去吗？对，我约了个朋友。来来来，我耽误你一会儿啊。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啊。我这几天呢，睡不好觉，这越琢磨吧，越不是滋味儿。你说你呀，给春生他们公司来这么一手。你说春生他以后还怎么工作？他还有前途吗？你能不能帮他再回到卓远？妈，这事儿我不能答应你。就算我答应你，那他也是回不去的。你都知道他回不去，干嘛还堵他的路？你知道这严重后果是什么？你这是对春生赶尽杀绝。这件事儿，我不想再多解释，我也不想跟您辩论。这是我和春生之间的事儿，我这么做自然是有我的道理，而且我不觉得我理亏啊。你不理亏，是。你不管有多少理，他毕竟是你的丈夫，你对丈夫敢下这种狠手，你是不想跟他过了吗？我就是想跟他过，我才这么做的。小婷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？春生他吃过多少苦啊！啊，你是不能体会到的。我跟他结婚这么久，就算我体会不到，我也是能理解他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为了他跟我爸闹成那样。就说我们曾经有的那个孩子，在姓冯姓卓这件事儿，我是怎么向着你们的？是，你帮他，我感激你。可你堵他的路，我该怎么感谢你？妈，我不用你谢我。我做人有做人的原则，而且我做过的事情我也绝不反悔。冯春生和黄代理合作的事情，是你搅黄的。结果是这样，可是我的初衷不是这样，我只是想帮他信守承诺，别留什么画饼在我爸的手里。帮他信守承诺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我就是这样啊，1是1，2是2，说到就要做到，他也必须是这样。他跟你不一样，你是你，他是他。你这件事儿是不是走极端了？
原来无底线帮他，现在这个事儿本来就是你爸顺手人情的事儿，他还能得了好处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决绝了？我不觉得我做的过分。是啊，谁愿意干这样的事儿啊？都是被逼无奈。我们是殊途同归呀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，只是感慨罢了。小天，我只是说如果有一天我做了比你还更过分的事儿，你也得理解我、支持我。你怎么那么奇怪啊？你上次跟我说你要出国，我就觉得你很奇怪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我只是这个事儿也想开了。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话：为了一个男人，委屈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值得的事情，知道吗？那算了，这个结婚纪念日我也不想办了。我回来了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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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去了？啊？您现在在哪儿？妈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您这是干嘛呀？您走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我就是不想跟你说，不想让你知道。你说你工作那么忙，你还得送我，多麻烦呐！这段都是我不好，没顾及到小婷的情绪，也没多陪陪你们，让你们都不高兴。我没不高兴，我就是要好好自己想一想，我是不是太偏向你了，让小婷不高兴？没有，您替我着想没错，但是稍微也得分点场合是吧？您说您当着他的面，他肯定心里不舒服。行了，反正你们都大了啊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啊，我就走了。不，这都说开了，您跟我回去吧。我还是回我那老窝吧。你看小婷她现在身体都好了，你说我在这儿待着干嘛呀？你们小两口要是有个矛盾什么的，你说我在中间，我向着谁呀？对吧？说谁都不好。你要千万记住啊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你都多照顾点小婷，让着她。她毕竟年龄比你小。行，听您的。那您也别挤地铁了，我送您到车站。走吧，我送您到车站啊，那走吧。哎，您坐后头啊。非得把我妈气走是吗？我没想让你妈走，我就是说了点实话。你不是喜欢三更半夜偷偷摸摸跑去书房吗？以后你不用偷偷摸摸了。好。
这样，我建议您考虑一下树葬，这是目前最新的殡葬模式，满足了人们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，而且将逝者与树融为一体，使其生命得以延续和升华。你看，我们这片树葬林背靠天寿山，前述白水河，紧邻国家森林公园。我们这里有香樟园、松柏园、梅花园、梨花园等等，而且价格实惠。有槐树吗？你这干嘛呢？收书呢？怎么了？谁让你收的？老板把这些旧书都卖给我了。这套门脸房地段好，面积合适，卖出去绝对没问题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要说的？你就到了连这家书店都要卖的程度了吗？就是不想留下了，你用不着同情我。实质上我是帮不了你，我也没钱，但是我可以陪你一起面对啊。你曾经说过，到了你这个年龄，感情已经不再是必需品了。可是我不同意，我觉得什么都还来得及。我的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公司很快就不是我的了，但是我已经留好了养老的钱，给穆家也做好了准备。我自己呢，卸甲归田，马放南山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，实在想不出什么需要你跟我共同面对的。你现在就要开始养老了，你甘心吗？有什么不甘心的呢？是非成败，婚姻家庭都经历过，我连墓地都买好了，你觉得我还需要感情吗？钱老师，您看一下这合同。那么合作方式呢有2种，一个是买断，一个是分成。那么买断的话呢，我们会将评估价格的200万一次性付给你。那么分成的话呢，我们首先会付给你70%，那么剩下30%呢，会按照我们公司买课费这个费用的使用率呢，会返还给你，这样呢利润会更高。我选择买断，我今天就可以签合同。我急需用钱，你们能尽快给我打款吗？这个没问题。谢谢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对呀，就因为一张照片儿，就给告的董事长那事儿，给我穿小鞋儿告小状，哎呦那一段给我难受的。哎，那你还敢跟我一起出来？这有什么的？就你好不容易来北京一趟是吧？那我必须要尽地主之谊，请你吃顿饭，很正常。你确定你找我真的没别的事儿？哎呀，还真是有点事儿。我也不兜圈子了，直接跟你说吧。是这样，今年我离开卓远到志成，还是在跟你们 SK 谈合作。开始那段时间呢，一直谈得挺好，到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终止了。我真的挺纳闷的，所以我也为这事犯愁呢。那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呢？我就是想啊，你这不是一直在 SK 总部吗？肯定人脉呀、关系啊都很广，就看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黄代理上面的人，看我能不能直接跟他对接一下。黄代理上面可就是董事长了，你能和他说上话吗？啊？哟，那就不好办了。那算了，那就当我没说。不过你还可以找董事长上面的人啊。哎呦，你可别逗我了，董事长我都说不上话，我还找他上面的人。谁呀？我是 SK 董事长的女儿。
少的炙热，在熄灭后沉默。生命要过去了，我却没活过。我不敢想，不敢问，不敢做，怎么办？不知道上天会不会给我正确答案？害怕未知的道路，又怕留下遗憾，有多为难？不想生命它过了一半，再重复一半，苟延残喘的与时间挣脱，这不平凡。坚持到最后，也许会逆转，不惧黑暗。我不敢想，不敢问，不敢做，怎么办？不知道上天会不会给我正确答案？害怕未知的道路，又怕留下遗憾，有多为难？不想生命它过了一半，再重复一半，苟延残喘的与时间挣脱，这